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先分享文二老师的一个体会啊。文二老师呢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他每一天呀，他都记录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一些体会和感悟啊。每一次周二、周四周日，他都跟听直播，然后每一天呢还回放过去的那些课，回放之后而且还记录他认为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分享。还有自己的学习的一些体会和感悟，我每一次看我都很感动啊，因为他几乎每一天，比方说早上上班的时候路上，在地铁里面或者开车也听，然后中午在学校里面休息的时候，就中午的时候有时间也听，然后回到晚上也听，也在学习，真是很用心的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就每次真的很感动的话，就是真的像文尔老师这样的，有不少的同学都是每一天坚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像这些同学也激励我呀，必须要做好每一次直播，要把每一次的分享要把质量要做得很好吧，每次要用心去准备，因为这么多同学在用心学习，你自己没有用心准备的话，就觉得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同学在我两岸时空直播的路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的鼓励支持啊，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呢就分享一下文尔老师的其中有一个小的体会啊，随便就可以拿出来，因为很多哈。他说早晨开车去爸妈家的路上听89课，就2021年身心健康实修提议的哈。说李老师讲了龙树菩萨住在哪儿呢？说我就想到了孟子的一段话，说孟子说什么呢？说孟子说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说人呢是人的平安的家宅子，说人是人的安宅也，就仁爱这个人。说义呢是人的正路也。说龙树菩萨不管住在哪儿，破庙里也好，四海为家也好，他的心始终都在那个仁爱，都是仁爱的。简单来说，那个觉知、那个仁爱的那种状态，那么等于他始终在这个安宅里、平安的宅子里。他心中是有爱的。说而那个小偷呢，说他跑到皇宫里，跑到哪儿去之后啊，那都不是他的家，他的心始终在哪儿呢？要偷东西啊，歪门邪道啊。说义是正路也，说那小偷做的是不符合道义的事儿，偷嘛，你不是走的正道。就是说孟子讲的仁爱的人是人的安宅，你心中没有仁爱，你再大再漂亮的房子，你也不安呐。你心中不做亏心事儿，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就是安宅，你的心就是你的安宅，你心就是你的宅子，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宅。说你要有什么充满仁义仁爱的这样的心。说这个义是正路也，义呢你要符合道义去做事儿。所以小偷呢，龙树菩萨呢就把小偷从那个危宅中渡到了什么？渡到了安宅。他老偷东西啊，龙树菩萨用他的方式把他渡过来，说把他心中那个偷把那个东西给他怎么样去掉了，回到正路上来，回到仁义上来。文尔老师说是听着课，一路上好像都在一个大的透明的罩子里前行。你当进入一种状态的时候，比方说你真的进入一种安静状态的时候，你在这非常非常安静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有一个罩子罩着你一样，有一个罩子罩着你，一种特殊的那种美妙的状态。你说它是正气也好，说它什么也好，就你真正进入状态，有个大，就像王老师讲的哈，说一路上好像都在一个大的透明的罩子里前行。就想起了193课安安老师分享的体会，似乎更能理解安宅的意思。说周二重听这段补写体会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想起李老师说的，说过去我教这些的时候也可以教得很好，说然后脑海里又出现了什么呢？说星空星域视频号里李老师教寒间塑像那个画面，就是他出现这些画面突然觉得教人修心这条路真的太困难了，眼泪就那么从眼眶里丝滑的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说总有一种感觉总有一种错觉，那不是自己的眼泪。说重新找出75课的那一段，就他想到的这一段摘录如下。说过去锻炼呢，就强调用意念强调气，强调行，
说我在教这些的时候，就我像课中讲的哈，在教这些的时候也可以教得很好，但后来我就发现有些缺陷，就老师教给我的很多东西啊，我没有真正领会得到，或者说有的领会到，又没有什么真正的具体的实修之中，所以慢慢的就觉得应该把爱呀带进来。你单纯靠意念，单纯靠动作这些还不要提到爱，把爱带进来，就提出了用爱护生命的理念。单单的气护不了生命，说气能养人，气能伤人，气能气死人，要用爱这种特殊的气才能养人。要把爱带进眼耳鼻舌身意，带进日常的生活中，而且不单这个，还要把爱带进锻炼的时候，打拳练功，带着爱的觉知去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革了什么呢？不是革了别的东西，是革了我自己，让我自己呢对老师教的东西啊，这个重新的有认识。所以还提出了磁场这个理念，慈悲的这个场。当一有慈悲的场的时候，主场就变得简单了。主场就是把爱充斥到这个空间，它就组了场了。所以你越就是去创新去打破那个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自己习以为常就应该这样的这样一个理念，你才能够越接近真相。如果总停留在自己的惯性、自己的认为当中，你就停在那儿了。越接近真相，真相就是仁爱、慈悲是德。所以这里面呢，文二老师就提到了说，他听有位叫姓安的老师，安老师分享的体会，似乎理解了安宅的含义。安宅的含义，但我就找到了安老师，应该是叫安风华老师哈，他那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前面讲了一些，后面从这说说我姓安。应该是真正是我说因为本来姓安嘛，是真正的安宅的人嘛，姓安嘛。但是直到听了李老师的课，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安宅。说从祖辈父辈到兄弟姐妹都没能真正做到相安相养，怨恨恼怒烦，一直传到了子侄这一辈，说安宅不安，而自己的小家也谈不上安宁。去年暑假我学习了一些方法，努力追求心不着一物。他说独居的哥哥让我和他住院，我感觉他打扰了我的修行，拒绝了他的要求。可是越不管呢，心里越是觉得烦躁不安。冥冥中的机缘，李老师用爱护生命的理念让我如梦方醒，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说曾经的课堂，我是这样启迪学生的家国情怀，家国天下的情怀。但是老师在过去用这样的情怀启迪学生，如今自己的修行呢，是连家人都不管了，是从关爱家人做起。每次听李老师的课，都感觉像个低年级学生刚刚认识爱。2年前独生女去远方工作，很少和我们联系，牵挂担忧。我每天胸口满满，心也是悬悬的，心口满满，心是悬着在那儿。是李老师的没问题、大放心、磁场、祝福，而不是担忧的心法，解开了我的心结。我错了，让我反思了这些年作为母亲的不足，是从自己的角度苛刻的期盼，就是我只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可能对孩子有过多的要求。电话里我对女儿说出我错了，不该从小拿成年人的要求对待你。孩子吃惊之余也诚恳地说我也有错。是李老师爱的心法融化了我们的隔膜，孩子也愿意和我们交流了，孩子再去远方，我也轻松放心了，没有过去的担忧。我也常把听课后的感悟和家族的亲人分享，并用这里面的心法开导年轻的一代，学会爱，相安相养，努力让我们的安宅成为真正的这种安宅。所以文二老师就看到了这一段又找到了安老师的这一段话。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其实和这个也是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要有个安宅。我们最近讲的这些内容说心息相依，是凝神入气穴，说一步一步的，一呼一吸之间，你真正每一步要踏上什么样的步伐呢？它是回家的路。我们讲了，你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杂念太多，太乱了，走着走着，跑到岔路上去了，或者说反方向走了，
一直往外求了，总要求别人去，从来不想自己往内求了。你还是讲，哎，我错了，跟女儿说我错，那就是往里走了。你得走回自己的宅子，你那个宅子才能安。大家讲是没？你连宅子都没到，没回家，你也谈不上让你家安了。谈不上。所以最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要讲什么？你要有一个安宅呀，你那个心要安呐，心要安呀。几乎所有的讲的这些课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你意识的洪流中，你要断了它。你一直在外面去游荡，你也不能回家呀。那么如何让心静下来？我讲了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比方说一停，止住，不动，哦，内在又动了。你没有觉，有觉了。大家想前面都是这样一个内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体会，你比方说你站桩站1个小时，或者打坐打1个小时，打多长时间？你有杂念或者杂念比较多和没有杂念或者杂念比较少之后啊，你锻炼完之后，你内在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有的人看起来锻炼好像时间也挺长的，哎呀，这每天坚持练，一练好几个小时，可是效率怎么样，或者说质量怎么样，就很难说。有的人锻炼时间可能没有他长，比方说他3个小时，他可能只练1个小时，可是他这1个小时真能做到全神贯注，没有什么杂念，质量很高，哎，那个效果也非常好。你练的时间很长，杂念很多，那个质量最终得到的效果呢，也不一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你既要保证练功的量、练功的时间度，还要保证什么呀？那个质。这个质什么呢？那就是你锻炼的时候，你精神集中不集中？你锻炼的时候，你安静不安静？你不然的话，你往这一锻炼，你只是锻炼着干什么呢？哎，给我这样一个时间，你都别打扰我，我锻炼在这儿，胡思乱想。有一次我讲课中就讲这个内容，我说很多人锻炼呀，是给自己以练功的这种理由找了一个什么呢？别人不打扰的你胡思乱想的空间。有的那个胡思乱想自己知道，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就不自觉的进入了这种状态。所以最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呢？说你要心息相依，你把精神集中，用这个方法，很简单的方法，但又很根本的方法，让你真正静下来，这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么今天要讲这个内容啊，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内容，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他有一次在课下锻炼的时候，我曾经用这方法，好多人感受非常深。什么方法呢？就是我藏好了，我这么讲的啊。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比方说小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一些所谓游戏吧。有的时候并不是就是在家里面玩啊。你看，特别是那个小孩跟父母啊或者小兄弟之间做游戏的时候，说藏起来，捉迷藏藏到哪儿去了？有的小孩怎么藏？一下到床上把那被子一蒙到被子里，趴在被子里，藏好了，哎，让别人找不着了。有时候爸爸喊你藏好了没？小孩说我藏好了。你当然很有意思哈，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可以现在就想象一下，你趴在被窝里盖下来，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和你在外面的这种感觉，能看到外面，别人也能看到你，也能看到别人。哎，你盖起来是一个什么感觉？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荷兰上课的时候，啊，那冬天大家都有那个大围巾啊。我是站桩的时候，我说现在你们把围巾全盖在头上，你试一试。有几个同学盖住了害怕。安静啊，非常安静的害怕，把头巾揭开了。哎呀，说这个太好了，说我都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大家想一想啊，说当你把头说那小孩子一蒙藏起来了，说明什么？外面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外面。你只要一蒙起来的时候呢，你听外面的声音和你没蒙头的声音也不一样，看也看不到别了，
只能看到这一块了。就那个孩子在被窝里，或者我们在被窝里藏起来的时候，那个心思啊，全在自己营造的这个空间里。营造什么？被子把周围全挡住了，那个空间里有一种很好的安全感，那个精气神都在这里面，在被窝里面，别人发现不了。精气我藏起来了，藏到被窝里面来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把精神藏起来了，把神藏起来了。这个单说没有用，你可以比划一下试一试。你可以想，有的你真可以想一下，小你藏的被窝一盖，周围有个保护膜，就像刚才文老师讲一样，有个透明的膜罩着自己了。现在被子一盖不是透明，盖到里面去了，盖在里面。你盖到里面，你突然觉得，哟，你这里面是一个小世界。我说心理学，你就在里面要进入一个小的世界里来了。那么我们锻炼，说小孩一藏把人藏起来了，锻炼是要把谁藏起来？要把那个神藏起来。平常我们人的神呐，真是全漂泊在外面，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手机刷个视频啊，那里突然来个电话呀，外面有汽车叫啊，谁说话，那个神全在外面，不知不觉的，哎呀，神都消耗到外面去了。现在怎么样？哟，用个被子一盖，把那神那种全收回来，收回来在哪儿呢？你收回来了，别人要找到你，还要把你往回拉，把你往外引，怎么办？把它藏起来，藏在哪儿去啊？心藏神。这个神回来，从鼻孔觉知也可以，眼是收神，一收神，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就把那个神嘟噜，哇，藏起来，藏到中宫，中丹田中。你看，眼睛是收神的，不然都在外面，把它收回来，你闭着眼睛，眼边鼻边，鼻观口，口观心，把这个收起来，心藏神。藏到里面，有种感觉，我是藏到里面，被外面罩着了，藏到里面了。心藏神还不行，还不够，藏的里当然也很还不够，还要把什么呢？心在这一抓又抓走了，不行，还得把神往下放。心照神教，心神还容易出去，心往下到丹田里去。神入气中，气包神外。丹田有气吗？这个神不单单藏到心里去，就这种我说打比方这种感觉，我还得往下放，往下藏，在心里面还会拉走，再往下放，放地下室去，命门神室，哇，那是一肾气，丹田气在那，这个精神藏到气里去，藏到气里。神入气中，气包神外。你人心或者个心神漂泊在外面是一种感觉，就像你天天你还没回家，特别冬天，哎呀，这么晚还没回家，外面真冷，衣服也穿的不够，是一种漂泊的感觉。中途往家走，一进到家里面了，哎呀，舒服了。在家客厅里是这种感觉，哎呀，收拾完要去卧室睡觉了，又是一种感觉。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锻炼就那个神，从漂泊到外面，从三心二意、四分五裂在周围收回来，眼睛那一收一闭上，眼观鼻是神的鼻观口，口观心，神藏到心藏神，就是那个觉知那个神就是再往下一觉照，把那个神藏到丹田，收藏到丹田，进去了。
神入气中，气保神外。其实神气是混融合一的，他那种感觉，那个神它的一种趋向是往里凝聚的，往里凝聚。神往里凝聚的这种状态，天地之气也跟着往里聚，叫神返肾中，气自归。而平常那个神的状态是往外发散的，散到具体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上去了。现在没收回来了，你别来偷我的神，谁来偷你的神？还是你自己呀？各种情绪啊，各种事儿，各种想法，总要拉着神出去。不能让他偷走了，我得藏起来，就像小孩捉迷藏，盖起来，谁也看不到我，就那么种感觉。你甚至家里面，比方说你有衣服有什么，你待会儿一蒙头，一种看一种什么，全蒙起来了，一蒙耳的听觉也感觉不一样啊。就我记得原来上一次是不是说过的？那你真正进到里面去，那神进到里面之后，真正安静之后，外面同样外面的声音，你感觉不一样，或者就像那个声音好像很小或者很远，有个距离感。虽然他就在你旁边，可你觉得那个声音他感觉不一样。就像一蒙着被子听的说话也不太一样，因为那被子能挡声音啊。你现在一练功一安静之后，你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就好像能过滤外面的声音一样。你觉得我听到这个声音，但这个声音好像和你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不在同一个世界里。注意，最近这些课这些天的分享，真的是分享是非常非常核心的内容，但是呢，又是非常就是大家不太容易重视的内容大家总觉得得有一个特别的方法，说这个一下就一念咒，说我就如何如何了，不是这样。修心就是要说的。那这个心真正心藏着回到心里去了，神回到丹田去了，人就沉稳了，人就有一身静气了，人就不容易随便发脾气，不容易那么冲动了。看待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能很冷静、很客观了，也不会那么主观的去随便发脾气，随便去做一个评价，随便怎么样，你就不会了。因为那个心火嘛，藏到肾水里去了，它就不会往上烧，也不烧自己，它也不会去烧别人，不会烧别人。你整个身心、心肾水火，整个身心就变得和谐起来了。你自己和谐了，你周围的环境就跟着你和谐，家庭才能和谐。你自己这块火就烧的话，你家庭肯定也是乱乎的。你这儿是和谐的，身心是和谐的，家庭也是和谐，那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是和谐的。当时我记得好像《把现代回家》这本书的序这么这样讲，就是和谐社会从和谐身心开始，每个人都有一个和谐的身心，那这个社会才能变成和谐的社会。每个人的那个都不是那虚火上炎的，那这个社会就没那么多火气。每个人都很沉静的，这个社会就不会那么浮躁。所以对社会或者对周围，我们就说对社会、对国家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什么呢？你要贡献给社会一个和谐的身心和谐身心。所以待会儿在练的时候其实讲内容就是很简单练就练这样一个内容，就往里一带，就好像神收回来，藏起来的，就真的好像东西蒙了你头。那小孩躲在被窝里的那种感觉，我收藏起来，把神藏起来了，就好像我对这个社会我现在对你认怂了。哎呀，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不到外面去跟你争，跟你斗。哎呀，回来了，这么种感觉，好吧？咱们现在一起来藏一藏，试一试好，安静。好，我们脚直接踩开
甚至胳膊抬啊，不用力，你稍微一想，好像胳膊能飘起来了一样，胳膊好像是飘起来的一样，很轻松，手臂都是空的，一般感觉。环抱身体，微下蹲。就那种感觉，眼睛那个余光把神往回一收，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就所有的精神呢，哇，一下子回来了。外面说，哎呀，我认怂了那种感觉啊，我得藏起来了，藏到心里了，心藏神，藏到这儿还不够，再往下一照，藏到丹田里，到命门神识。那种一下蒙着头了，蒙着，在被窝里被蒙着了，藏在里面自己那种感觉，像摩尔老师分享的，一路上就好像在一个透明的气罩里，你就好像一藏，我的神呐、或者我的神连同气，神气，哎呀，藏起来了。那个神也藏在一个气罩一样，但是你不要去想啊，那形象的想的气罩都不用，就那种感觉，像蒙头在被子里一样，被窝里一样，跟周围的世界是分开的。你呈现出那个小孩的那种天真的那种状态，藏起来了。只有自己的心与气，心息，神气。心息相养相依，神气相交，唯我于此。只有自己的神气、心息。
气收回来，这是真正的闭关了。在里面自修内功。有的同学愿意的话，你真的可以找一个东西，围巾，先把头蒙起来，站一站，看一看，你真的会有一种哟，我到里边去了的那种感觉。真正静下来呀，等到哪一天，你突然觉得哟，我在里面了，那个静就上了层次了。安静。安静。将心神，将神藏起来。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安静。静坐静养。把心带回家，心息相依呀，通过那个呼吸，将心带回家。将那颗有觉知的、温暖的心安放在生命的深处。让神不再漂泊，心不再流浪，不再被各种东西所牵制束缚。回到了家里，藏在心中，藏在丹田里。愿意静坐的，就再多坐一会儿，也可以慢慢收工。大家晚安。